好，大家好，今天和大家看一道 LeetCode 官方精选题，猜数字，题号374 ，Guess number higher or lower，就是大家小时候都玩过的猜数字游戏。机电系统会随机设定一个隐藏数字，要求我们实现猜数字这个游戏的方选。那每次我们在猜的时候，系统会告诉我们，我们猜中了，还是我们猜的太大，还是猜的太小？因为一定是这三种可能情况嘛，要么是大于，要么等于，要么小于。那假如我们猜中的话，系统会返回零给我们。那假如我们猜的比系统的还要大，也就是系统的神秘数字比我们小，那它就会返回负1。那假如系统的神秘数字比我们的还要大，那它就返回1给我们。OK，那这个实现其实蛮直觉，大家应该都会联想到小时候玩那个情境嘛。最快的猜法就是直接剖半嘛，比如说今天是和对方玩一个从1到99，随机选一个数字，然后玩猜数字。那一开始一定是剖半从50开始猜嘛。那假如下一轮对方说还要再大一点，那我们就往上砍半嘛，就砍75。那假如对方说数字还要再小一点，那我们就往下砍半嘛，就猜25，就一直反复进行，每一轮都是可以从原本的区间里面消灭一半的选择嘛，只剩下一半的可能。那一直到最后一轮，一定会有某一轮猜中嘛，因为题目保证说一定去落在我们的选择范围内。那这个范例就比较没有解释性，因为它就只是纯粹的把答案返回。那我们的核心就只是在实现猜数字这个方式，也就是大家现在心中浮现的二分搜寻法。只不过这一题简单归简单，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实作上的细节要注意尤其是用静态语言，就是比如说用 C、C 加加或者用 Java 的同学，因为他这边题目是有说这个 n 最小最小是1这个没问题，一还 OK，但是它最大最大可以到2的31次方减1，它其实这个设计就是故意把它逼近到我们一般常见的 integer 就是整数型别默认，假如是比较早期的机器或者是比较旧版本的平台，它的 integer 可能是4byte，所以这边它就故意取一个最大最大可以是2的31次方减1。那到时候你在剖半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你的计算过程不可以出现整数移位，就是不能出现 integer overflow，否则会导致你的 index 会跑掉，跑到一个错误的值，可能是一个负的值或是一个无法预期的值。题目还保证系统设定的秘密数字一定落在1到 n 的范围。那这两条一起看，其实就是说系统设定的秘密数字一定落在1到2的31次方减1，可以这样子。下限是1，上限是2的31次方减1。OK，那这一题一样，我们是虽然简单，但是还是用白板带上我们的设计演算法精神。一开始题目给定的上下界最小最小是1嘛，那最大最大可以是 n，而且这个边 n 我们特别提示一下，这边 n 最大可以是2的31次方减1，所以这边你要小心，不要触发到 overflow，这边要小心。OK，那每次怎么选？每次就是从最小到最大计算中心点，然后剖半嘛，所以这边比较直观的写法，我们这边可能会写1加 n 除以2。那假如今天数字小一点，那没关系，比如说今天数字最大猜数字猜到1000，那没什么问题，因为不会触发移位。但今天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关键就是它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魔鬼藏在细节里。它今天就是要考面试者或是同学，你能不能处理整数移位的问题。那今天假如我们想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假如今天这个神秘的数字它故意设定在这里，那你最后再砍半，第一刀砍在中间，第二刀又会往上砍1/2，第三刀又会往上砍1/2，所以你每一次的边界会一直往上移动，等于是到最后你砍到最接近系统设定的神秘数字的时候，你最后的 lower 棒 upper 棒都会几乎趋近于2的31次方减1这么大。那你两个靠近2的31次方减1的数字相加除以2，这两个相加就发生异位了。那你 integer 超过异位，它的值要么是负的，要么就是一个不可预期的值，就是不会是我们原本料想那个答案嘛。所以这边的核心考察点就是在考怎么处理整数移位，还有怎么去避开，怎么绕过去。所以有个比较安全的写法就是改成用 lower 加上这一次可以选的范围是 upper 减 lower，最后再除以2，这样才是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的做法。那为什么这个不会发生异位？因为这个是
数字相近，所以假设今天刚刚那个局面又发生，它又是把神秘数字设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那两个相减会是一个小的值反而安全，因为今天这边两个都是靠近右端嘛，两个靠近右端很大很大的数字相减得到反而是一个小的值，小的值除以2反而是安全的。那这边还要再做额外的优化的话是还有空间，就是你可以把这边的除以2改成用硬体上的往右移一个 bit， 就是你用右移运算右移一次也相当于除以2嘛。不过这边这个题目简单，所以这个优化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那主要的核心精神是在考察我们如何处理整数易位的问题啊，这整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最关键的核心点就在这里。每一次砍半的时候，中心点应该这样设置。那最后的选取策略就跟我们平常玩的那个游戏其实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砍半猜一个数字的时候，系统会告诉我们，我们猜的数字是刚好 bingo 答对，还是我们猜的太大，还是我们猜的太小。这个 H hidden 代表系统设置的隐藏数字，于是最后的秘密数字就是我们要猜的对象。G 就是我们每次砍半所猜的这个数字。那系统会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猜对的话，它会返回0。那假如系统那个神秘数字比我们猜的还大，它会返回1。那系统的数字假如比我们小，它会返回-1。同时系统保证它的秘密数字一定是落在一开始的1到 n 的区间，所以这个游戏一定猜得到最终解答，最后一定可以结束不会有找不到，不会有落在区间外的问题。那有了这个演算法，还有刚刚这个处理意味的这个 workaround， 也可以讲是 patch 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原始码实现那我们这边程式码其实就是把刚刚白板提到的演算法精神写出来而已。一开始会有个 lower bound 和 upper bound， 对应到白板这边的 L 和 U， 题目设定的最左边的边界和最右边的边界。初始化我们会设成 lower bound 在1 upper bound 在 n。初始化的时候 lower bound 在1，然后 upper bound 在 n，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经典的 binary search， 就是二分搜索。所以当 lower bound 小于等于 upper bound 的时候，就一直持续进行了猜数字的动作。然后这边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在砍半取中心点的时候，就是使用比较安全的这个算法，取下端点加上当下这个区间的一半，取下端点加上当下这个区间的一半，就会是我们中心点。然后接下来就进行猜数字，猜数字的时候，系统已经说 get 这个方群已经实现好，我们可以直接呼叫。query 就是系统返回的值，那假如我们猜中，它会返回0。那假如返回1的话，代表系统设定的神秘数字比我们这一次猜的还要大，那我们就相对应的把下边界把 lower bound 往上移，就是移到 mid 加1，因为 mid 这一次已经猜过了嘛，那系统还说我们猜的太小，所以我们就把 lower bound 往上移。那假如相反，假如是系统的神秘数字比我们还小，表示我们猜的太大嘛，那这一轮 mid 都猜过了，连 mid 都太大，那表示 upper bound 也就是上边界还要再往下移，然后每次都是一样砍半搜索，所以用复杂度来表的话，就是每次递减规模是除以2除以2除以2，所以这复杂度基本上就是 big O log n。那我这边快速的测试和提交我们程式码，都还没有问题。OK， 那今天是一个经典考题嘛，所以在上机考或者是在 interview 的过程中，可能被要求实现2种可行的做法，一种是迭代的版本，一种是递回的版本。刚刚已经看过迭代的版本，那现在就来看递回的版本，其实也是类似的。一开始一样构造一个递回的方群，需要2个参数，一个是 low， 一个是 up， 分别代表最左边的端点和最右边的端点。左边的端点一开始初始化是1，右边的端点初始化是 n， 然后进来之后一样的写法，当 lower 小于 upper， 也就是左边界小于右边界的时候，就进行砍半拆数字的逻辑。所以中心点一样用比较安全的算法，采用左端点加上当下区间的一半，然后呼叫系统已经预先准备好的拆数字方式。假如我们猜中的话，系统会返回0，那代表我们答对，就返回当下猜的这个数字。那假如系统返回1，代表它的设定的神秘数字比我们还大，那我们就会把对应的端点往上移，因为 mid 当下这一次已经猜过，那还不够大，那就是把 mid 再加1往上抬，等于是现在只猜上面那个区间。那假如相反的话，就是系统的神秘数字比我们猜的还小，那当下 mid 已经猜过了，所以我们就是把上端点，也是把右边界再往下移，所以这次就是从 lower 猜到 mid 的解离。OK， 没有问题。
好，最后来分析演算法复杂度。那其实演算法复杂度就时间上来讲，其实两个不管是迭代还是递回版本都是一样的，因为每次都是从当下的选择区间砍半取一个中心点进行猜数字的游戏。假如没猜中，再从新的区间再砍半再猜一次。那所以写成时间分析的递回函数可以写成当下这一回合会砍半一半的区间，就是下一回合的区间。当下这一回的判断，只要 big O 1就可以完成，因为系统返回要么就是大于零，要么就是等于零，要么就是小于零，要么就是我们猜中了，要么就是我们猜的太小，要么就是猜的太大，一定是这三种其中一个。所以判断的时候是常数时间，然后猜数字的逻辑是每次砍半一半的区间，所以最后递回到终止条件的时候，需要 big O log n 的时间。那空间上呢？空间上的话就是迭代版本的会比较好，因为迭代版本只有用到 lower 和 upper bound 还有 mid 这些临时变数。那这些临时变数在迭代版本里面都是固定尺寸的，不会随着 n 放大而长大。但是在递回版本里面，因为递回版本需要额外付出 runtime 的递回呼叫深度，最大递回呼叫深度就是整个搜索数的数高，也就是 big O log n。所以时间上两个一样，都是 big O log n， 但是空间上迭代版本的会比较好。空间上迭代版本的只需要 big O 1，但是递回版本的需要 big O log n。所以最后写成总结的话，递回版本的二元搜索，时间上需要付出 big O log n， 空间上也是。那迭代版本呢，时间上需要付出 big O log n， 但空间上因为只有临时变数，而且不会随着 n 长大而放大，所以空间上的成本是 big O 1。啊，最后还有一个小的彩蛋，那这一次就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发现而已，就是让大家娱乐博君一笑。但这个不建议在正式考试的时候回答，这个是在之前 debug 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这一题它会把答案藏在这个 class 里面的 private variable， 就是私有变数里面，所以最终就是假如你只是好奇好玩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返回答案，就是其实连猜都可以不用猜。OK， 好，以上今天就是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假如还有想要讨论或发问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然后也非常欢迎你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朋友。然后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好，大家再见，拜拜。